空才是真正的强大。很久以前，一位很有学问的人去拜访一位禅师，想向他请教什么是道。禅师什么也没说，只是拿起茶壶开始给他倒茶。茶水很快就倒满了杯子，可禅师并没有停下来，茶水溢出杯沿，流到桌上，流到地上。那人急了，喊道：满了，满了，别倒了。禅师这才放下茶壶，平静地说：你就像这只杯子，脑子里装满了自己的看法和判断。你不先把杯子倒空，我又怎么能把新的东西倒进去给你呢？我们总以为变强大是往里面加东西，加知识，加人脉，加成就，加意见。但2000多年前的道家却看到了完全相反的一面，真正有用的往往不是装满的部分，而是留白的部分。老子说过一句话，翻译过来就是：捧着一只空杯子，永远比捧着一只倒满水的杯子要轻松。这句话听起来简单，但它其实是整部《道德经》最核心的智慧之一。今天这期视频，我们就用4个小故事聊聊道家所说的空到底能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什么。第一章，有用的恰恰是空出来的那部分。鲁国有一位手艺极好的木匠，人称子庆。他做出来的木架子精美到看的人都以为是鬼斧神工。鲁国的国君召见他，问：你有什么诀窍？子庆答道：我要做架子之前，先要斋戒静心，忘掉功名利禄，忘掉别人的夸奖和批评，甚至忘掉自己有没有手脚。等心里空空荡荡，什么都不装的时候，我才走进山林去看那些树。这时候我才能看清哪棵树天生就有一副架子的样子。我不是在做架子，是把他心里本来就有的那个空给显现出来。道家最爱用的几个比喻，说的都是同一件事。30根辐条汇聚到一个轮毂上，可车轮真正好用的地方是轮毂中间那个空出来的洞，没有这个洞，轴穿不过去，车轮就转不起来。我们把陶土捏成器皿，可这个器皿之所以能装水、装粮食，靠的不是那圈陶土，而是陶土围出来的那片空。房子也是一样，我们花大价钱造墙、造门、造窗，可我们真正住进去，天天在用的其实是墙和墙之间那片空出来的地方。所以道家说，有形的部分给我们带来便利，无形的空的部分才是真正在起作用的部分。这不只是说给木匠、陶匠、建筑师听的，它也是说给我们每个人听的。一个把日程排得密不透风的人，和一个懂得给自己留白的人，谁的生活更好用？答案其实早就藏在这些老故事里了。第2章，心里越干净，反而看得越准。古时候，有个叫列子的人，跟随一位叫伯昏无人的高人学射箭。有一次，列子把弓拉得又稳又满，还特意在手臂上放了一杯水，水纹丝不动，射出去的箭一支接一支，正中靶心。他挺得意，觉得自己已经练到家了。伯昏无人却摇摇头说，这只是射箭时候的功夫，还不是不射箭时候的功夫。于是他带列子登上高山，站在悬崖边上，脚下踩着摇晃的石头，身后就是万丈深渊。他让列子在这种情况下再射一次箭。列子往下一看，双腿发软，吓得趴在地上，冷汗直流，连弓都拉不开了。伯昏无人这才说，一个真正内心通透的人，上可以看着青天而面不改色，下可以潜入深渊而神色如常。你现在连站都站不稳，又怎么可能射得准？你射得准不准，从来不是手上的事，是心里的事。这个故事后来在《庄子》里还有一个版本，同一个射手用瓦片当赌注时，箭法轻松自如；用银钩当赌注时，就开始紧张；等到用黄金当赌注，整个人反而慌了神，连准头都丢了。箭还是那支箭，手还是那双手，变得只有一样东西，心里装的东西变多了。当心里被我一定要赢，我不能输这些念头塞满，人反而发挥不出真正的水平。这就是道家讲的心斋，不是让你什么都不想，变成一块木头，而是清空那些多余的得失心、评判心，让心恢复到一开始那种敞亮、松弛的状态。你会发现，很多时候我们不是能力不够，而是脑子里装的杂念太多，把自己原本的水平给挤没了。第3章，放下别人的眼光，才拿得回自己的日子。庄子有一次在濮水边钓鱼，
楚王派了2位大臣来请他，想请他出山做官，执掌国家大事。庄子头也没回，慢悠悠地问了他们一个问题：我听说楚国宗庙里供着一只神龟的壳，已经死了3000年了，楚王把它用锦缎包好，珍藏在庙堂之上。你们说，这只龟是宁愿死了留下骨头被人当宝贝供着，还是宁愿活着在泥巴里拖着尾巴爬来爬去？2位大臣答道：当然是宁愿活着在泥里摇尾巴。庄子笑了笑说：那你们回去吧，我也宁愿在泥巴里摇着尾巴活下去。这个故事很容易被简单理解成淡泊名利的鸡汤，但道家想说的其实更深一层。有个叫列子的哲人曾经被人问起：你为什么这么看重空？他答道：大多数人喜欢被人夸赞，一被肯定心里就美滋滋的。可我总觉得，一个人如果能空掉这些执念，不被别人的认可和否定所左右，长远来看，反而能少操很多心。这就是我看重空的原因。我们很容易活成那只被供在庙堂上的龟壳，为了别人的一句你真厉害，不停地经营人设，小心翼翼地维护自己的形象，生怕哪天做错了什么，别人的看法就变了。可别人的看法从来就不在我们自己手里。道家不是让你放弃追求，而是提醒你，当你把自己的价值感完全寄托在别人的评价和外在的得失上时，你其实是把决定自己快不快乐的钥匙亲手交给了别人。把这份执念空出来，你才真正拿回了自己的日子。第4章，空掉的心像一面镜子。庄子曾经做过一个梦，梦见自己变成了一只蝴蝶，在花丛间自由自在地飞舞，浑然忘记自己原本是庄周。梦醒之后，他愣住了，分不清到底是庄周做梦变成了蝴蝶，还是此刻的这只蝴蝶正做着梦，梦见自己是庄周。这个问题乍一听有点悬，但它其实指向道家最后想说的那件事：我们平时紧紧抓着不放的那个自己，我的身份，我的立场，我的对错判断，很可能并没有我们以为的那么牢固，那么真实。孔子在《庄子》里被借用来说过这样一段话：不要用耳朵去听，要用心去听；不，连心都不要用，要用气去听。耳朵只能听到声音，心只能理解到已知的东西，而气是空的，它敞开着去迎接万事万物。道只聚集在这份空里，这叫心债。一颗塞满了预设、立场和我认为的心，面对世界的时候，看到的其实只是自己脑子里那些既定的想法在不断被印证。而一颗空的心，更像一面干净的水面，什么来了就照见什么，风停了，水面又恢复平静。它不预设，不评判，所以反而能更准确地看清眼前真实发生的事情。这不是让我们变得没有主见，而是提醒我们在做判断之前，先给自己留一个空的瞬间，让事情本来的样子先照进来，而不是急着用就有的框架去套它。车轮因为中间的空才能转动，器皿因为中间的空才能成物，房子因为中间的空才能住人。而一颗人心，也是因为懂得留白，才能装下真正重要的东西，清晰的判断，松弛的状态，不被外界左右的安稳。下次当你觉得自己脑子太满、太累、太紧绷的时候，不妨想想那只倒不进茶水的杯子。或许你需要的不是再往里面加点什么，而是先倒空一点。如果你喜欢今天这期视频，别忘了点赞关注，我们下期见。愿我们始终保有看见的眼睛、思考的勇气和继续成长的力量。身在尘埃，心有岳谦。这里是尘埃里的岳谦，感谢您的观看与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